接着有请罗振鹏老师上台。大家好，蔡校长，然后潘馆长、施副局长，还有汪副馆长，还有各位非常尊敬的来宾，大家好。我很荣幸能够有这样的展出机会，在亚洲大学现代美术馆。实不相瞒，当我第一次来到这个馆场的时候呢，我就一直在幻想自己有一天能够在这边展览，所以非常非常荣幸，谢谢。然后也很高兴可以跟台湾美术史中的优秀的前辈们、艺术家们，当然还有许多在现场的陈景龙老师、吴天章学长，还有林佩纯老师，还有何梦君老师，非常荣幸跟大家一起展出。有一个事情我没有写在演讲稿，但是我想要补充一下，就是我想跟陈景龙老师报告，我也曾经在街上画过人像，然后我的最高纪录是60张，对，所以你比较厉害。我刚刚听到陈景龙老师在街上也画过人像，加上我参加的这一次的展览，我真的觉得，哇，这真的是一种精神上的传承。说到传承，我就不禁想到上个礼拜我遇到一个少年，大学2年级，然后他来问我说：“罗老师，我想当一个艺术家，我要怎么样才能跟你一样当一个艺术家？”我才发现哇，原来我已经到了这个年纪了，因为这就是我当时问吴天章的问题啊，我要怎么当一个艺术家？这真的是传承。我就问这个少年说：“那请问你就读哪一间学校的美术系啊？”他说：“没有我没有读美术系，我读建筑系，因为我妈妈跟我说当艺术家会饿死。”那不知道各位前辈们是不是都有一样的想法，都有遇过一样的问题啊？我想了一下，我对这个少年说：“你母亲可能忽略了一个问题啊，其实不管你是不是读美术系，你是不是当一个艺术家，还是你读建筑系，我们的人生终究要面对恐惧的，我们的人生始终都要忧虑的。”我非常清楚，因为我天天都与忧虑为伍。作为一个艺术家，要担心的事情非常的多，对于未来，对于我的作品是否能够被人家认同，对于我是否超越了去年的我，对于我是否一直在复制过去的我，还有所有艺术家都会面临到的问题，金钱，还要忧虑自己是否能够在有生之年能够在亚洲大学现代美术馆展出。不过今天很高兴我已经少了一个忧虑了，再次感谢亚洲大学现代美术馆的邀请。少年，对于未来我们永远都会忧虑的。可是这个世界的奥秘就是，当你在最忧虑的情况下，当你在最痛苦的情况下，你选择你所热爱的事情，这是你唯一能够在那个状态下全心全意去做的事情。而这件事情正是你超越别人的方式，也是你超越自己的方式。在我人生最低潮的时候，很有意思的，我却画出了那一年我最棒的作品，而那件作品现在正在这个馆场展出。不过我不会告诉大家是哪一件作品，因为这件作品是潘馆长选出来的，所以大家等一下可以去问他。好，最后请让我引用一段马克思韦伯的话作为结尾跟祝福。志业是一种召唤，在你来此之前，已有1000年的历史在底下缓缓的流动。
在你离开之后，仍然有1000年的历史在流动。我们正在研究的，是我们的所学无法回答我们的，仅献给所有参展的，还有台湾历史中的前辈艺术家们，还有亚洲大学现代美术馆10周年的活动。谢谢各位贵宾 ，Enjoy the show。